这是一把棍刀，乃是戚家军专用的特殊武器，是戚继光模仿日本倭刀改良而成，其长度比倭刀多出1掌，只在刀头1掌处开刃，不开刃的地方可以磕碰对方的兵器，也可以用手握住，变长刀为短刃。戚家军正是靠着这把武器才能百战百胜，赶走了骚扰中国的倭寇。一位出身戚家军的刀客用他大闹双叶城，最终战败了4大家族，让其为抗倭刀开宗立派，流传世间。明万历年间，正值倭寇被赶出中原，天下太平，2名刀客在双叶城外击败了4大家族的高手。这2人就是戚继光的贴身侍卫梁衡禄与左副使。戚继光不得善终，戚家军也就此没落。2人想要将他创造的抗倭刀流传民间，而此地有一个规矩，想要在这里开宗立派者，需要在无一巷打过4大家族的堂口。左副使在第2个堂口受了伤，口中发出疑惑的声音，激励着队友。梁衡禄踩着号子平静前进，动作毫无花哨，点到即止，通过第3个堂口。等他来到第4个堂口时，迎接他的却是几名弓箭手，几人一拥而上，将他赶到巷口。梁衡禄质问众人这是什么意思，希望讨回一个公道。为首的妾老却认为他的刀是邪道，不配讨要公道，命令他将刀砸断后离开。梁衡禄假装动手，趁他们不备，拿起刀鞘逃离。只有左副使被他们抓住了。妾老听着刀发出的轻声，不禁感叹刀的精良。刑房中，妾老握着抗倭刀，对左副使进行严刑拷打。其实妾老明白，他们是戚家军的人，只是他看不起军营兵技，更不想被2人打败，伤了4大家族的颜面，所以才说他的刀是倭刀。左副使据理力争，这是抗倭所用的刀，与倭寇战斗时常规的刀总是吃亏，所以戚继光将军下令打造抗倭刀，增加了刀长，并改进刀法，正是为了以彼之道还治彼身。妾老却对此不屑一顾，认为于大猷将军所创的鸳鸯阵才是正道。左副使感慨道，戚家军已经不在，抗倭刀也入不了军营编制，所以才想着开宗立派，将抗倭刀流传民间。妾老不再理会这个执拗的男人，直接离开。逃离后的梁衡禄躲到了卖唱歌姬的花船里，可他来此只是自顾自的喝酒，连舞娘赛兰优美的舞姿也没有正眼欣赏。赛兰告诉他4大家族正在比武，表示自己心里着急着想要去看，奈何眼前的这位大爷给的实在是太多，赛兰也只好继续跳下去。其实梁衡禄让他不停地跳舞，目的就是为了测试他的体力。看着眼前的男人根本不为所动，赛兰感到极度无语。无一巷中，2个家族子弟正在比武，彼此却只是在不停地试探，看上去十分的滑稽。这引起了围观几个舞娘的不满，直接说2人是在打假赛。一个侍卫却开口打断他们，向他们解说这其中是在模拟马战，2马对冲，一招就能分出生死。这时海盗房的刘凯带人巡逻到无一巷，让众人看着自己的纸糊铠甲。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身铁质铠甲，可天下太平，无功可立。如今得知城中有倭寇，就一心想要立功。妾老即便知道梁衡禄的身份，为了私心也是认定他就是倭寇。另一边，赛兰已经大发雷霆，可席上的男子依旧没有多言，只是迅即拔刀转身，在手鼓铜片的转动声中默默收刀，半片铜片却掉落在了地上。看着梨花带雨的赛兰，梁衡禄就将疑惑的口号交给了他，而这是军营操练时的口号。不但拒绝了每人投怀送抱，还将手中的刀鞘给了他，告诉他一个对敌绝技。此时4大家族带人包围了这里，2个高手正要进屋试探，却在碰到刀鞘时被瞬间击倒在地，而梁衡禄却是趁机跳水逃离。夜晚，海盗房头目刘凯带人巡逻，却发现梁衡禄正在桥上等着他们，几人慌忙摆出鸳鸯阵，双方一进一出，彼此之间都在试探。鸳鸯阵不愧是最强的合击阵法，即使是梁衡禄也因武器被克制而落败。刘凯正想将他绑起来，梁衡禄却突然抱起，将对方制住，跟随他们一起跳进了河里，命令他们围着双叶城游泳，直到天亮才停了下来，目的就是为了测试城里的水上防御能力。他还在刘凯口中问出了同伴的下落，准备去妾老家救左副使。
双叶城曾有一个第一高手裘东岳，他的小妾与侍卫私通，可他没杀二人，反而抛弃家财隐居山林。此时听说双叶城里有倭寇的消息，他将自己的胡子染黑，一边走一边在田野里演练着自己的武艺。河岸边四大家族依旧在派人挑战，可无一例外都被一招击败。幸好他们早就派人封锁了河岸，才没让这种丑事被人得知。裘东岳也来到了这里，他认出了这是兵技如影如响中的如响，靠双方兵器碰撞时一击必杀，是戚家军的不传之秘。裘东岳认为不该继续下去，可为了四大家族的面子，也只好死撑。而枪法之中也有如影如响。裘东岳手持双枪，以他的经验可以轻易地判断出对方头部的位置，可他放不下作为第一高手的骄傲，默默演练着进攻之法。等他计算好方式后，直接出手。可是他实在太老了，身体的反应跟不上对方的速度，还是被击倒在地。妾老将他带回自己家中，告诉他不该回去。多年前，作为第一高手的裘东岳归隐，此时的妾老就顶替了他的位置，自然是容不下他。妾老还提起了他的家仇，气得裘东岳当场就吐了血，让有气无力的他只好感慨着自己年老力衰。另一边，梁衡禄带着海盗房众人上了岸，将他们绑好，扔进了稻草堆中，偷偷潜入了妾老家中，手脚麻利地救下了左副使。梁衡禄计划在四大家族中引起混乱，才能创造出机会。左副使却是改变了想法，二人终究还是分道扬镳。在妾老的家中，裘夫人找上裘东岳，准备趁他无力时杀了他，却碰巧遇到梁衡禄打算放火烧府，策划乱局。正要动手时，却被对方的雷霆出手制住。在听说梁衡禄来历后，准备帮助他实施计划。梁衡禄将2个灯笼挂在门口，在门后设好机关，告诉他当对手的影子到达一定位置时，可以一击打倒对方。这便是如影如响中的如影。天色暗了下来，裘夫人大喊有倭寇，将人吸引了过来。等到对方影子到了位置时，快速出击，将对方打倒在地。而他的侍卫也在这时找上门来，眼见闯门的高手还是被一击打倒，裘东岳让侍卫将灯笼向前挪动1寸，这样里面的人看不出光影的变化，就可以趁机一击必杀。侍卫听他的话照做。裘东岳本想借侍卫的手杀了裘夫人，可等到侍卫动手时，却出手拦住了侍卫的武器，终于还是心有不忍，救下了2人的性命。河岸边，梁衡禄终于回到了游船上，妾老也将一勺烧好的热油浇在了自己的竹棍上，终究是忍不住准备亲自动手。他拿着竹棍出击，却没料到屋里是2个人，被一棍打在脸上，昏迷了过去。此时的四大家族终于坐不住了，告诉他只要通过吴一相打擂，就可以为他主持公道。梁衡禄这才悠然走出了游船。隔日，他再次来到了吴一相，直接找到了第4个堂口，准备对战裘东岳。2个高手终于开始了争斗，看似玩笑的打斗中，其实暗藏玄机。真正的高手对战是步法和战法的相互博弈，讲究的是抓住瞬间即逝的机会，务必保证一击绝杀对手。2人还在互相试探，试探过后便是在演练招式，寻找最佳的破敌之法。2人再次摆好架势，瞬间散发出的杀气惊扰到了周围的看客，胜败只在这最后一招。他败了，武器脱手后就成了死局，所以他只能黯然离场。裘东岳却叫住了他，告诉他只是输了功夫，而不是输了刀法，认可他的抗倭刀。在场众人也同意他自创一个门派，可以将抗倭刀流传世间。故事的最后，裘东岳再次归隐山林，而梁衡禄也带着赛兰离开了双叶城，成为了让人羡慕的人生赢家。抗倭刀也供在了4大门派的武器架上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种武器名为战戟，是中国古代戈和矛的合体，具有钩啄和刺击双重功能的格斗兵器，由青铜戈和矛以及木柄组成，招式风格多以势大力沉为主，能够大范围挥击，具有极强的杀伤力，曾大量用于车战，为车战武兵之一，是先秦至秦汉魏晋军中装备的制式装备。战国末期，秦王嬴政以无敌之师扫清6合，席卷八荒。名将蒙恬携门下7君子征战4方，助其一统华夏，建立大秦帝国后，归隐于赤峰谷，不问世事。
秦王取三皇五帝之名，自称始皇帝，为欲秦朝万世夙愿，取其佩剑秦王剑重新熔铸，一分为二，招旷世名将铸成2把定秦剑，一把放于阿房宫，一把放于蒙恬保管。世人皆言得双剑者得天下。10年之后，秦始皇驾崩，大太监赵高夺权祸乱朝政，对定秦双剑志在必得。为此，于一风雨之夜，派遣手下高手血洗蒙府。蒙家家主遂将定秦剑交给女儿蒙雪，嘱咐她务必将其交与皇陵守墓人。蒙雪带剑拼命逃跑，却还是被赵高手下截住。杀手正欲挥斧间，一杆战戟自后方射出，将他一招毙命。只见一彪形大汉从黑暗中走出，抬起战戟直面3人。汉子极为凶猛，出手即杀招，动作干净利落，快速击败了几个杀手，将油泼到最后一人身上，并用战戟划燃，瞬间将杀手变成火人。此人便是7君子之一的姬廉。蒙雪将自己的现状告诉了他，此时赵高已封锁全城，姬廉见他一介弱女子，便要明日护她出城。隔日，2人以斗篷遮面，准备出城。城门处管控十分严格，携带利器之人都要被抓走。2人打算见机行事。这时，赵高亲信魏子辰来到这里，引起了一场骚乱。姬廉看准机会解决了侍卫，带着蒙雪纵马越过封锁设施。忽有箭矢自城门射来，一箭刺中蒙雪后背，正是留在秦宫的7君子之一田长虎。只是时势迫人，他不得不为赵高效力。郊外一家客栈中，逃脱到此的姬廉找到故人，让蒙雪在此养伤。客栈的老板娘莲子也是7君子之一。姬廉将蒙雪的身份告知于他，告诉他护送蒙雪到赤峰谷，然后就离开了。次日，一个青年偷偷溜进蒙雪房内，对床上的女孩并未在意，却是对定秦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正欲仔细观赏时，蒙雪出声让他将剑放下。说完，身体虚弱的他便再次晕倒。青年将他放在床上，此人正是莲子的弟弟，名叫韩厥。这时莲子进入房内，告诉弟弟赶快收拾行李离开，并让他带着定秦剑。出门却撞见了追查到此的魏子辰，韩厥装作无事，魏子辰却叫住了他。秦朝律法规定，百姓不可携带兵器。韩厥一时手足无措，眼看就要暴露时，莲子出现拦住魏子辰，以这些剑是客人抵押的兵器为由解围。为稳住局面，还让几人住下。韩厥虽无事，定秦剑却落入敌手。莲子决定引开魏子辰，让韩厥将剑偷回，带蒙雪从暗道离开。夜晚，莲子以美人计拖住魏子辰，韩厥则是潜入房间寻找定秦剑，可搜寻一圈也是无果，只好离开。这时魏子辰以醉酒为由离开，等他回到房间，发现了韩厥留下的脚印。他让手下先不要轻举妄动，下令叫人增援，并封锁客栈。等到天光放晴，莲子在酒中下了蒙汗药，却被魏子辰识破，瞬间气氛剑拔弩张。韩厥抢先动手，上前一脚踢开剑堆，店小二顺势拿到定秦剑，将剑扔给了韩厥。莲子命小二关门打狗，增援的剑手却已经赶至，见对方人多势众，小二叫莲子先走，自己却被对方残忍杀害。韩厥进入暗道，将剑交给蒙雪，背上剑壶，跟随2女逃离。不成想，追来的剑手也发现了暗道，便带人继续追击。3人在竹林中穿行，追兵却已经追至此地。韩厥让2女先走，自己留下断后。只见他弯弓搭箭，闭目间侧耳，躲过了对方的飞剑。听声辨位下，松开弓弦，箭矢如飞电，瞬息射伤了对方一目。这才知道对面有剑道高手，再加上林间大雾弥漫，只好停止追击。摆脱追兵的3人终于赶到赤峰谷，见到了隐居在此的7君子中的大哥。大哥并未多言，只是让蒙雪留下来养伤。等到蒙雪伤愈，为避免给谷中招来祸端，7君子众人皆是反对将他留在谷中。大哥亦是沉默无言。蒙雪见状，遂告别众人，独自带剑离开。韩厥对众人的决定感到不忿，于是追上蒙雪，准备一路护送他。另一边，胆小逃回的魏子辰面见赵高，赵高以他办事不力留在身边，转而令田长虎带兵剿灭赤峰谷。田长虎虽心有不忍，可忠于大秦的心令他不得不领命。他找来了游荡在外的姬廉，一别多年，再见时已是离了心。知道姬廉不好对付，便假借叙旧的名义将他灌醉，好让他无法顾及赤峰谷。赤峰谷内，大哥抚琴奏曲，紧促的琴声中充满了担忧，心情不定下影响了曲艺。
便是琴弦也随之断开。其实他故意将蒙雪赶走，知道韩厥年轻气盛，必会前往护送，遂留下来为他们拖住追兵。本想归隐山林安享余生，却依旧是身不由己。这边韩厥二人正在赶路，突然韩厥心有所感，迅即压下蒙雪，险而又险，避过了一剑，却是追兵再度赶至，二人立刻进入齐身高的草丛隐蔽身形。韩厥为防止不测，让蒙雪先行离开，而追来的两个箭手也是蓄势待发，双方俱是高手，棋差一招就会身死剑下。齐人高的草丛中不时传来箭矢飞射的咻呼之声，眼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韩厥用盲射几箭干扰二人判断，二人随即分开行动。韩厥射出最后一箭干扰女箭手判断，捡起地上的短剑悄悄潜到他身后，迅即解决对方。不想还是被男箭手察觉，飞起一箭射中肩膀，慌乱间拔出身上羽箭，回身弯弓将箭射出，正中对方胸膛。赤峰谷中，大哥的夫人即将临盆，田长虎的军队却已然杀来，村民皆是惨遭屠戮，很快就杀到了这里。二哥以手中银针做武器击杀来犯敌人，大哥抽出琴下所藏双剑，是要保护好自己妻儿，所过之处皆是一剑封喉，即使归隐多年，亦不减其风采。可敌军杀之不尽，二哥更是被田长虎一剑穿胸，大哥也是伤痕累累，即将油尽灯枯，终是在弥留之际听到了孩子将士的哭声。田长虎带人进入院内，孤身一人走进内屋，他向莲子询问定琴剑下落，莲子不答，直接出手杀向他。田长虎顾及旧情不肯动手，被他一剑刺伤。眼见莲子步步紧逼，只好出手击飞他手中剑刃，反手一剑刺中莲子。莲子临死前求他放过孩子，魏子辰进入屋内杀害了夫人。正当他还想杀掉孩子时，田长虎却是甩出剑刃刺死了他，随后便不再逗留，转身离去。等到姬莲酒醒匆忙赶来，却已是为时已晚。悲愤的他重装当年的铠甲，独自一人杀进秦宫。雪白的披风早已染血，凌厉的杀气似要毁灭一切。手中的战戟带走着周遭护卫的生命，无人可挡他的步伐。他手持战戟来到阿房宫，一步一步拾级而上，染血的长戟诉说着他的怒火，而田长虎早已等在此地。姬莲看着眼前的男子，是要将他与赵高一并铲除，以为众人在天之灵。不同选择的二人终是陷入不死不休的局面。姬莲率先出手，满腔的怒火令他势若猛虎，更是借助长兵器的优势压制了田长虎。可二人俱是顶尖高手，田长虎很快以剑勾住戟刃，将战戟钉在柱上。姬莲再想拿回战戟，却已是不能。而这时弓箭手也围了上来，失去武器的姬莲很快处于下风，只是他翻身越过田长虎，将战戟自柱上拔出，一个回马枪就向田长虎刺去。而田长虎却在此时放弃了反抗，任由姬莲一招穿身。他抓着姬莲丢给他莲子的香包，在懊悔与悲凉中解脱。此时弓箭手也拉动弓箭，姬莲被万箭穿身而死。另一边，送剑的二人终于来到了秦始皇陵，此地却布满着守墓秦兵的尸体。这时一个蒙面散发的凶人出现，他被赵高派遣到此夺剑。此人力大无比，连石像一触即碎。韩厥精通剑法，却不善近战，被对方打得连连吐血，倒地不起。正当凶手要举剑杀他，蒙雪跑来将他推落木下，而自己也是一并落下，徒留韩厥独自悲伤。多年之后，项羽攻进阿房宫，带走了此地的定琴剑，将阿房宫付之一炬。而另一柄定琴剑，韩厥将其献于汉王刘邦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把长刀名为陌刀，为两面刃刀，通常1丈，打造一把就需要3年的时间，非万夫莫敌者不可用。陌刀多为步兵所持，利于斩马，刀锋过处，人马俱碎，是战场之上的无双利器。故事发生在5代十国时期，战场之上风起云涌，只道行掌天下权，不见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万军之中，燕王被赵王一剑穿胸，只能匆忙回营。众将士慌忙将他抬回军帐，眼见已经岌岌可危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帅。他将大军指挥权交给了养子慕容学虎，众人领命退下。燕王却是叫住学虎，告诉他要小心暗中的敌人。等到学虎离开，燕王又把公主妃儿叫到跟前，嘱咐他将国君之剑飞燕刃交给学虎，由他来继承王位。两军交战，
慕容学虎手持陌刀四处冲杀，所过之处无人能挡，凌厉的杀伐之气镇住了远远观望的赵王。看到燕国有如此悍将，惊得对方忙喊撤军。此时军帐中燕王侄子燕胡霸秘密见他，质问他为什么不让自己当主帅。燕王以他冷血无情、野心勃勃为由斥责他，这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燕胡霸狠下心来，捂住燕王口鼻，转动燕王身上的剑，燕王就此一命呜呼，一代王者就这样死不瞑目。大军带着燕王的遗体回到国都，公主菲儿将燕王的剑供奉于剑堂。大臣滕伯长宣布燕王遗诏要传位于学虎，遭到了燕胡霸一系的嘲讽。菲儿刚要说出燕王嘱托，却是被学虎出声打断，直接跪地向菲儿俯首称臣。菲儿只好顺势拔出飞燕刃，号令众臣，声称自己将接受学虎的军训后登基称王。这下就连燕胡霸也是无话可说，只能乖乖跪地拜见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慕容学虎对他进行了近乎残酷的训练，只为让他在短时间内赢得众臣认可。随着艰苦的训练，菲儿的能力也在日益增长。这下燕胡霸可坐不住了，叫来手下一众死士，准备在菲儿军训结束前让他身死。无心之中，菲儿正独自一人清洗马匹，两边崖壁上却有人包围上来，纵身跳入湖中。菲儿也是立刻潜水，摆脱了死士的纠缠，骑马飞速穿梭在林间。身后死士亦是追了上来，并用木管吹出毒箭，被他俯身躲过，定在树上，可最终还是被一箭刺在背上，就连马匹也是中箭将他翻落马下。幸好这一幕被一个猎户撞见，发动陷阱将一众死士困住，菲儿则是被他带回自己家中。隔日菲儿醒来，眼前是一片山清水秀，他见到了那个救他性命的猎户，猎户名叫段兰泉，请他在此安心休养。菲儿想要回到燕国，却是毒性还在，不得不留下静养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增进。一次两人饭余时谈论起国家之事，段兰泉直言国家之间征战不断，战事肆虐下受苦的只有百姓。他认为战争只会带来痛苦，为此远离尘世，隐居山林。他带着他看向远方的幽林，还将鸟窝中的幼鸟拿给他看，告诉他应该珍惜生命的宝贵。燕国朝堂之中，燕胡霸向滕伯长逼宫，以菲儿失踪为由，就想夺取王位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尽快找到菲儿。为此，慕容学虎亲自带队，率领燕国军士在林间搜寻。他不但找到了树上的毒箭，还在树丛中发现了一柄刀，只见刀身上刻着朔月二字，这让他想起了一个消失已久的种族，那个种族叫朔月战士，是天下间的禁忌。他们生性好战，从无败绩，为此十国联手灭掉了该族，只有一人侥幸逃出升天。时间流逝，很快菲儿已经伤好，骑马就要悄然离开，段兰泉却是飞奔追上叫住了他，二人一同乘马离开。半路上碰到了学虎的军队，眼见一众军士跪地拜见，段兰泉心中百感交杂，愣神着接受了学虎的感谢，言语间终于得知菲儿的身份，只能静静地看着他率军离去。等到众人回到军营，滕伯长告诉二人，赵国再次大军压境，燕胡霸趁机要挟他将王印交出，登基之后再出兵应敌。兵力悬殊，学虎飞快制定策略，准备以菲儿为诱饵伏击赵王，众将士只好齐声应下。次日，两军各自盘踞一方，见到燕军竟是公主亲自带兵，自大的赵王果然上当，双方战事一触即发，彼此都是策马冲杀，生命在战场上不断飞逝。乱军之中，赵王看见了公主菲儿，立刻带人冲杀过去。菲儿将赵王等人引入附近的树林，这里早有大批燕国士兵埋伏在此，学虎立刻指挥士兵一拥而上，手持陌刀，一击就砍碎敌军盔甲。士兵手中的剑刃也是一处便不成样子，而菲儿也是手持飞燕刃对上赵国王子。战斗之中虽险象环生，但赵国王子终是不敌，被燕国士兵团团包围制住。赵王刚刚爬出陷阱，学虎飞身，眼看就要将他分尸，却是被菲儿箭步赶上，挡下致命一刀。看着赵王好似临终前的诅咒，菲儿想起段兰泉的话，告诉赵王两国应放下仇恨，不再征战，接着便是放两人离去。赵王心有所感，于是号令三军撤离了战场。
等到大军回归燕国国都，菲尔端坐王位上，下旨将所有乱党革除职务。燕胡霸更是被他驱离朝堂。不甘心失败的他，叫手下毒师制出奇毒。得知童子也会调制后，心狠手辣的他便立刻过河拆桥，杀了毒师，势必要放手一搏，夺得王位。另一边回来的菲尔仍然心念着段兰泉，为此不惜放弃王位，将其传于雪虎，也不顾雪虎临走前的挽留，决然离开燕国，回到了段兰泉的身边。国都之中，滕伯长急切找到雪虎，告知他燕胡霸已经带兵出城。雪虎担心菲尔的安危，于是快马赶往曾经的树林，将那把草丛间的绣刀拔了出来。肆意的杀气惊动了群鸟，也惊动了正在附近采集的段兰泉。他假装淡定支开菲尔，自己则是在溪水间等待雪虎到来。雪虎将绣刀抛给他，直接道出了他的身份，拔剑踏水间就向他劈来。二人皆是久经沙场的战士，刀剑相击间伴着扬起的水花铿锵作响，交手10数回合也是不分胜负，只待两人同时转身，利刃离对方脖颈只差分毫。二人同时放下兵刃，雪虎告诉他自己来此只是为了检验他的能力，并嘱咐他尽快带着菲尔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说完便转身离去。夜晚，段兰泉准备带着菲尔离开，刺客却是寻到了这里，二人只好匆忙应敌，靠着强横的实力解决了一众刺客。段兰泉却是在无意间被对方毒箭刺中，身中剧毒的他未免拖累菲尔，于是让他立刻赶回燕国。国都之中，燕胡霸趁雪虎离开，带兵包围了留守的大臣。坐于王位上的他终究实现了称王的野心。等到雪虎回到国都，王城却早已易主。燕胡霸将滕伯长的人头丢给他，雪虎悲愤交加，拔剑就要冲向叛军。危急时刻，他的亲信劝他离开，却在他出城时关上城门。悲愤的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信身死，无能为力。隔日，燕胡霸率军想要斩草除根，就见雪虎单人独骑拦住去路。眼见对方派人杀来，雪虎拔出贴身陌刀冲向叛军，一刀起便是人落马，随着而来的步兵也是不敌他的武艺，俱是被他一刀斩杀。一手飞燕刃，一手持陌刀，于人群之中大杀四方，端的是神勇无双。即使长矛入体，也是不能阻其分毫。脱下战甲，用布条包住伤口，万夫莫开的气势震慑了周遭的宵小，即使早已伤痕累累，也是无人敢进半步。此时菲尔终于骑马赶来，燕胡霸见他一介女子，就向他发起挑战。雪虎将飞燕刃交给他，燕胡霸实力不弱，很快便占据了上风，将他击倒，耀武扬威着就要杀他，却被菲尔捡起手边长矛，一招将他穿喉。士兵群龙无首，纷纷缴械投降。油尽灯枯的雪虎也终于安心，实现了作为战场当战死沙场的誓言。而当菲尔匆忙赶回林间居所，却发现段兰泉已经毒发身死，悲伤的他只能为他重装盔甲，看着他的踪迹渐渐远去。他将慕容雪虎的贴身陌刀供奉在剑堂，下旨不再征战，与9国和平共处，成为了一代女王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是唐高宗赐予狄仁杰的亢龙锏，此锏四方无刃，非力大之人不能运用自如，杀伤力十分可观。锏柄处装有转轮，一经转动就可识破兵器弱点，兵器相击间就能击断对方兵器。此锏还有一重作用，若皇帝治国有误，可持此锏直言进谏，即使是千古第一位女帝武则天，也要跪地听旨。唐朝中期，先皇驾崩，天后武则天独掌大权，即将自立为女帝。为彰显威仪，举全国之力在国都洛阳修建一座66丈高的通天浮屠像，并在此接引外国使节。为赶武皇帝登基大典，工匠日夜炼制钢铁，冰凉的水也解不了侍郎贾谊的热意。这时又有监工沙陀前来叨扰，请他将平安符归位。这平安符乃是国师陆离所赐下，擅动平安符，后果难测。为稳定人心，贾谊只好让他赶紧处理。等他带着使节来到佛眼处，只觉今日的阳光甚是刺眼，竟是突然身冒黑烟，无火自焚，不多时就变成了一个火人。出此命案，大理寺带人前来查探，得出结论是有人以黄磷作案，工匠们却说是因为平安符被动。为正视听，大理寺卿薛勇当众揭下一道平安符，
斥责众人尽信怪力乱神之说。如今还是赶快禀告天后才是要事。只是这太阳为何这般刺眼？只见他身上冒起滚滚黑烟，只一会儿变成了一团烈焰。登基大典将至，却发生如此奇案，势必有损天后武则天的威严。为此，他只好听取国师陆离的进言，放出那个被他囚禁8年的男子，只因反对他称帝而被他惩罚焚烧奏折。他是大唐最强的神探狄仁杰。焚烧奏折8年过去，他一点点见证了大唐的兴盛，因此接下了武则天的任命。为安抚他心态，尽心办职，天后不但让他官复原职，还特意派遣进士上官静儿好生伺候。监视的同时也是试探，而静儿好似也对这个神秘的男人充满兴趣。正要多加试探时，忽有数百支利箭破窗而入，射伤了鸟儿。二人躲在柱子后面逃过一劫。狄仁杰拿起刺伤鸟儿的箭矢，看出了上面带有剧毒。隔日，天后下旨令狄仁杰统领大理寺，他却是兴致缺缺，只顾斗鸟。只是此时云层遮蔽了太阳，等到狄仁杰在停尸房查验尸首，阳光自云间洒落，放在门口的鸟儿却是突然自焚。狄仁杰立时一拍大腿，带人闯入厨房，将昨晚箭矢中的毒倒入一碗鸡血中。只见鸡血在阳光下冒起热气，很快便直接爆开，化成一片火团。果然，阳光就是诱因。有了这般线索，他直接找到了负责修建浮屠的沙陀。8年前的二人曾是挚友，二人都因逆反武则天称帝获刑，只是沙陀仍有官身，成为了浮屠的缔造者。他根据繁衍那国书记载，以通天柱支撑浮屠。二人都曾研读繁衍那国书，想到了一种喜食黄鳞的西域甲虫赤焰金龟，此虫应该就是焚尸案根源。只是这赤焰金龟并非中土所有。为继续寻找线索，几人一同前往洛阳鬼市。这里曾是汉代旧城，因地震沉入地底，气氛阴森，神鬼交杂，是黑市交易的绝佳之所。几人找到诡异汪驴，以金银诱惑他说出线索。汪驴摆脱3人不想参与，此时却是突生事端，一个身披红袍戴着面具的人出现，目标正是汪驴，一身玄异的奇门遁甲之术，一手持法剑，一手拿令旗，正是国师陆离的身份标配。哪知静儿却一口确定那不是国师，顿时引起了狄仁杰的注意。大理寺协办裴东来一路尾随，跟随身影追至国师闭关的无极观。另一边，诡异汪驴拔下了脑后的银针，显露出神乎其技的易容之术。狄仁杰想要帮忙，也被拒绝。静儿与裴东来也找到这里，诡异这才说出赤焰金龟本是他从西域寻来，因毒性极强被他销毁，而他当年饲养金龟的地方就在无极观。眼见现在必须找国师商议，却遭到了静儿的极力反对。就连武则天得知狄仁杰欲调查无极观之后，也是起了杀心，为此不惜亲自现身，也要阻拦他寻找国师。集市之中，狄仁杰二人正商议案情，独具一方想要和武则天争位的琅琊王拦住了他，拿出了他曾执掌的亢龙锏，欲拉拢他。只是大庭广众当街赐锏，就是为了离间他与天后。回府后的琅琊王洋洋得意，一支箭矢却直中他脑门。等到阳光落下，尸首便再次焚烧起来。夜晚，裴东来前往贾谊府上调查，发现了书房中留下的浮屠工程检验图，惊得他立刻带证据离开贾府。只是路上他忽有所感，一帮神秘人朝他追来，用铁链网从天而降，将他缠住，擒住了裴东来。无极观中，狄仁杰偷偷潜入此处，见到了让他脱离牢狱的国师。国师还在斥责他擅闯此地，狄仁杰却是一口道破对方的身份。只见国师伸手拔下脑后银针，露出真容，竟是上官静儿。原来是天后为铲除异己，派遣静儿扮成国师，将一切归咎于天谴。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不惜放出狄仁杰，却不想弄巧成拙，查到了自己头上。眼见事情已经败露，静儿只能向他出手。未料到狄仁杰手持亢龙锏，竟是奈何他不得，更没想到在他打断自己法剑后，还会挺身为他挡剑。看到狄仁杰这般关心自己，心有好感的静儿终究还是没能下杀手。天亮后，静儿背着他离开无极观，却不小心触碰了机关，一杆长矛瞬息穿透了他的身体。
等到一帮神秘人追至此地，静儿却是早已带着狄仁杰逃离。等到狄仁杰苏醒，看着身旁已经气息渐弱的静儿，静儿感慨他命运多舛，天儿叫他送自己回去。两个同样遭遇悲凉的人就这样分离。狄仁杰碍于天后杀意，也只能定定看着他回归皇宫。武则天闻讯赶来，静儿就这样在他的怀中悄然而逝。分别后的狄仁杰去寻找裴东来，却在进门时触发了机关，屋外的黑布也随之升起，将被遮盖的裴东来暴露在阳光下。狄仁杰急忙用亢龙锏劈断锁链，裴东来身上却已经冒起黑烟。知道时间短暂的他，只是不停地说着马江扣3个字，不多时就已经化为一堆焦炭。狄仁杰也找到了他口中的马江扣，思虑片刻后找到了裴东来的坐骑，翻找之下从马江找到了一张图，展开一看就明白了一切，了然之中带着不敢置信。而明天就是武则天的登基大典了。通天浮屠上，沙陀站在佛眼处，看着正下方的皇宫，脸上带着狠辣之意。8年前，他参与了逆反武则天，为此没了一只手掌。他一手缔造了数百米的通天浮屠，只待手下将熔浆灌进通天柱，通天浮屠便会倒向皇宫，报他的断手之仇。狄仁杰也找到了他，诉说着他的种种罪行。他找到了汪驴留下的金龟残种，假意发现了通天柱的蹊跷之处，为此招来杀身之祸，还将这事与天谴联系在一起。而薛勇非要当出头鸟，正好给沙陀坐实天谴的机会，他便命人将金龟毒滴到他的体表。至于那琅琊王非要收买狄仁杰，为避免过早暴露计划，便下杀手，杀了静儿，杀了裴东来，只为将线索推向无极观，好拖慢狄仁杰的查案速度，终于将他拖到登基之日。狄仁杰想劝他收手，却是在大意下中了金龟之毒。落地之后的他急忙阻止沙陀的手下，手持亢龙锏无往不利，顷刻间就制住了沙陀。此时熔浆已经开始灌进通天柱，只待通天柱烧断，一切变成定局。狄仁杰身中剧毒，知道必须速战速决，手中轻抚亢龙锏转轮，挥舞之间就将周遭喽啰兵器击断。只是他经过阳光一瞬，手上便已毒发。而此刻皇宫中登基大典已经开始，狄仁杰心知不能再拖下去，查看一番后，便是转动亢龙锏，挥锏就劈断了吊桥的锁链。吊桥倾斜，砸翻了灌输熔浆的渠道，虽然无法阻止浮屠倒塌，却可以让倒塌的角度变换。沙陀苦心经营8年，哪会容许失败？于是背起一壶金龟毒水，骑着一群马便直冲皇宫，要趁大佛倒塌是为大乱时行刺天后。狄仁杰也紧随其后，冲上马匹，就在马上和沙陀过招。此时熔浆已将通天柱烧断，大佛已经开始前倾，天也越来越亮。狄仁杰躲在马腹下躲避阳光，伸手将沙陀拉下，打开水壶，将毒水淋在沙陀身上，随后一脚将他踹落马下。只见阳光照身，冒起黑烟，终是自食恶果，焚身而死。而后大佛终将倒下，即使方向改变，倒下的冲击力也是震得人仰马翻，飞起的佛脸更是直朝武则天砸来。关键时刻，狄仁杰飞身赶到，一把将武则天按趴在地。四散的烟尘席卷了整座洛阳城，等到烟尘散去，却是狄仁杰以身护住了武则天。眼见他还是镇定自若，发号施令，狄仁杰明白他终究还是天后。岂料武则天却许诺，从此没有狄仁杰便没有他武则天。狄仁杰却只是托起亢龙锏，诉说他假借法术滥杀宗族重臣，告诫他日后应一心为国，当之进退，将大唐皇位归还大唐宗室后代。说完便是交还了亢龙锏，起身离去。从今日起，历史上便有了第一位女帝，而身中金龟剧毒的狄仁杰从此只能活在了暗无天日的鬼市。天地虽不容我，心安即是归处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是徐克导演，由刘德华、李冰冰等主演，述说了狄仁杰入狱8年后朝廷怪案，武则天再次启用狄仁杰破案的故事。剧情充满悬疑刺激，令观众的心情欲罢不能。影片中的狄仁杰为国家甘愿忘却仇恨，而沙陀却是被仇恨吞噬，两个曾经的挚友不得不拔剑相向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各位观众有何看法？还请在评论区里留言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